去年华为公布 HarmonyOS Next 的开发者计划的时候，我就超级期待。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华为非要做一个自己的操作系统，其实是因为太多的问题没有办法在本来的架构上面去解决，而 HarmonyOS Next 从底层去做，相当于彻底和安卓划清了界限，也终于可以真正用同一个系统打通所有的生态产品，甚至这套系统里的所有应用都必须推倒了重做。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工作量恐怖的项目，去年才公布，今年竟然就有公测了。这开的是轻舟，明明就是快艇，好吧？那么接下来就来看看搭载了全新 HarmonyOS Next 系统的设备到底怎么样。想要尝鲜 HarmonyOS Next， 华为还是很谨慎的，在升级之前不停的弹窗，让你反复确认，提示你原本手机上的应用哪些可以保留到新系统上，甚至还让你把整机备份。当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能够承担尝鲜的后果之后，你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系统。看起来区别不大，但反而让我有点佩服开发团队背后的努力了。短时间内就让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做到了接近的体验。完全独立的 HarmonyOS Next 当然不会和安卓藕断丝连。HarmonyOS Next 不仅安装不了 APK， 甚至只能在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刚换过来的时候，我就像刚用智能机一样，到手就在应用商店里面疯狂下载应用，每天都打开商店看看今天又上架了哪些有意思的应用。而刚刚在升级里面消失的 App 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没有鸿蒙版本，你也可以去应用商店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重新下载回来。很多小伙伴都会好奇 HarmonyOS Next 现在的应用生态到底怎么样了。现在呢，已经有了相当部分的原生鸿蒙 App 上架，比如说微博、高德，还有我们的 B 站都已经上线并且能够使用了。这里就有一个好玩的啦，因为所有的软件都要重做，所以不得考虑一下自己的核心功能是啥？像应用里面的那些广告、刷短视频、借钱的功能都还没有做出来，所以你会看到只能看视频的视频软件，只能点外卖的外卖软件，只能导航的导航软件。当然，现在还只是 beta 版本，应用们也提供了足够的基础功能。不过，鸿蒙应用生态的成熟程度已经有点超出预期了。比如地图、小红书这些软件，主要的功能都已经完成了，而且现在这些应用在不同的设备也已经可以自适应大小了。在直板手机、折叠屏上面，还有平板上面都是一样的效果。可以说，小红书这些应用在适配设备上面非常的上心。往好处想想，以后大屏幕上什么平行世界啊、区分普通版、HD 版的时代就已经过去了。之后大屏和小屏的开发者适配起来还方便，用户也不用忍受放大版的手机 app。怎么说，这个饼我先吃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对于开发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发现现在在应用市场就已经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应用了。像这个氦节拍器就是我之前采访过的那个开发者叶嘉胜开发的，它整个 app 呢只有7.4 M， 但还挺好玩的。你看，像这样子的话，它还能练练你的节奏感。我也是之前去到会场采访才知道，叶嘉胜甚至还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学开发，未来程序员是吧？赢在起跑线上了，属于是。有了这么多第三方的开发者，再加上现在华为对于这个系统生态的话语权，很难不去想象鸿蒙之后会不会比其他成熟生态有更多的设备联动。就像跨设备的应用接力这个功能，其实就很依赖原生的适配。目前 beta 版本的鸿蒙只支持了几个应用，虽然现在还只是在铺设地基但我觉得所有的第三方应用都按照华为的规范重新开发。这么一顿整之后呢，也会在 HarmonyOS Next 得到一个重新适配的机会。不光是开发者重做应用，华为也有了一个重做系统的机会。这个是手机上的控制中心，这是折叠屏上的控制中心，这个呢是平板上的控制中心，它们居然是一样大的。Mate X5 的控制中心现在在右边，而以前是放大居中显示的。现在看起来、用起来都已经方便太多了，总算有厂商不把大屏的系统当成大号手机来做了。之后感觉华为不只是在思考手机系统该怎么做，而是所有设备、屏幕的系统该怎么做。今年的鸿蒙开发者大会上，官方介绍了小艺智能体的很多玩法，我也在展台看到了实际演示，回来第一时间就试了一下小艺。现在的小艺不再是一个问了才答的语音助手，而是能够理解用户的意图并给出建议的管家。首先，华为得把小艺塞进一个你能一直看到它的地方——小横条。
我们可以将文字、图片、文件长按之后，直接拖到小横条位给小 e， 在我都没有想好要做什么之前，就能把选项摆到我的面前，就离谱。比如现在是一个对话哈，它就会建议生成一个日程，可惜目前只能使用它提供的建议，还不能有更自由的指令。其实像 ChatGPT、Kimi 这类的大模型也推出几年了，我也只有在偶尔才想起来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集成在系统里面，它就像一间有求必应的万事屋，但我总得走到店里面才能解决问题。而小艺智能题明显就是更全局、更时刻在线的。人果然还是能再懒一点就再懒一点哦。要求不干。总结一下，看着手里的 HarmonyOS Nest 重塑的感觉无处不在，有人期待它成功，也有人唱衰。于总说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艘小船总算是航行起来了，可游江入海，面对的是 iOS 和安卓这样的巨轮。我很期待 HarmonyOS Nest 成为一个形容词，那 Nest 后面会接着什么样的名词呢？最后，该不该将手头的设备升级 HarmonyOS Nest 呢？虽然华为公开了多款设备的升级事件，也有很多爱尝鲜的小伙伴总是想在第一时间升级，但 HarmonyOS Nest 还是 beta 版本，小伙伴们还是要留意风险的。不过，要是有一台 HarmonyOS Nest 和一台 HarmonyOS 4.2的手机放在面前，你会更想上手哪一台呢？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